你知道美国18到45岁的年轻人主要死因是什么吗？不是癌症，也不是意外，而是芬太尼服用过量。到底发生什么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美国芬太尼危机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奇。你有听过芬太尼弯折吗？前阵子网络上面流传一段影片美国旧金山的主要政府大楼前有好几位年轻人站在街道上面，他们的身体向前倾，或者是弯着腰站着，有的一动也不动，有的不停的摇晃点头。这些人因为服用了过量的芬太尼，整个人呈现半睡半醒的怪异状态。社群媒体呢会用芬太尼弯折来称呼他们，有些媒体还会把他们直接比喻为丧尸。而这只是美国芬太尼危机当中的一个缩影。从2018年开始，美国已经有超过25万人因为服用了过量的芬太尼而死亡。2022年的数据还显示在11万名因为药物过量死亡的人当中，有高达70%跟芬太尼有关，而这个数字比越战当中阵亡的美军人数还要更多。甚至还有人指控美国的芬太尼危机会这么严重，都是中国的阴谋。那到底美国的芬太尼危机是怎么样发生的？跟中国有什么关系？未来有机会解决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关姐，你知道什么是放屁散步吗？就加拿大的一位美食作家梅林史密斯在 Instagram 上面分享了一种自创的运动，就是在吃完晚餐之后呢，就散步，然后边走边放屁。他表示呢，这样做你看，除了能够帮助排气，还能够降低得到糖尿病的几率。这个影片获得了1400万次的观看，然后放屁散步也成为了社群上面的热门运动。好，我没有办法拍。不要。好，那虽然听起来有点荒谬，但确实你看，有一些研究认为饭后散步能够促进消化、缓解胀气。那如果觉得边散步边放屁有点太害羞，你也可以考虑摄取优质的益生菌来帮助你消化。大延伸1的1000亿益生菌，足量添加1000亿活菌，并且有专利的7支全人体来源乳加菌株与耐胃酸技术，可以调整体质、增强保护力，也让消化变顺畅。同时，产品也通过100% 国际无添加认证，完全不调味，吃起来没有味道，很清爽，大人小孩都能够放心吃。现在结账输入 SHA77就有专属折扣加限时免运的优惠，注册再折500元，赶快点击资讯的链接了解一下吧。芬太尼是一种化学合成的人工鸦片类药物，主要用在治疗重度疼痛，例如癌症的疼痛还有术后疼痛，以及慢性顽固性疼痛等等。芬太尼的作用机制跟吗啡很类似但治疗效果更强、更快速。不过，使用芬太尼也伴随着一些风险。芬太尼的副作用包含了恶心、呕吐、嗜睡以及容易成瘾，严重的话呢，还可能会因为呼吸抑制而死亡。近年来芬太尼还逐渐的成为美国最热门、最被滥用的毒品。如果吸食过量的芬太尼呢，意识会陷入半梦半醒，身体呈现向前弯折的怪异姿势，而这个状态常被称为是芬太尼弯折，在旧金山的街头随处可见。有成瘾者表示这个弯折的姿势会让膝盖跟脚产生剧痛，然后为了止痛，他们又继续的吸食芬太尼，造成恶性循环。此外，芬太尼呢也非常危险。如果是从来没有使用过芬太尼的成年人，只需要2毫克的剂量就可能会致命，毒性比海洛因强50倍。这种听起来超级危险的药，在美国为什么会这么的普遍呢？有人认为美国的芬太尼危机可以从1990年代开始说起。当时美国的制药公司普渡药厂推出含有芬太尼的止痛药，而美国的食品以及药物管理局规定，芬太尼只能够用在治疗癌症末期的病患。但普渡药厂利用他们在国会的影响力，成功的降低限制，同时搭配广告，把含有芬太尼的止痛药定位成每天都可以安心服用的药物。接着有药厂跟着推出含有芬太尼的棒棒糖跟口腔喷药，真正能够帮助2600万名美国人免于疼痛。而其他药厂也陆陆续续的透过各种方式，像是给回扣送药奖励那些愿意开立鸦片类药物的医生。2014年，美国医生总共开出了2.82亿张的鸦片类止痛处方，比22年前还要多出了1倍。美国也成为了全球使用鸦片类药物比例最高的国家。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长期使用芬太尼可能会成瘾，对于芬太尼的需求也会越来越高。很多人负担不起一颗平均要价50到100美元的芬太尼处方药，就转而到黑市购买止痛药，一颗呢大约是3到10美元，比一个汉堡套餐还要便宜。但黑市的止痛药缺乏监督，大量非法的芬太尼药物在美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根据美国的统计呢，在2020年，大约有250万名18岁以上的人对鸦片类药物成瘾，或者是产生依赖。2022年有大约11万人因为药物过量而死亡，其中大约呢有70%跟芬太尼有关。这个人数已经超越了越战时阵亡的美军人数。
而且根据中央社的报道，服用过量的芬太尼不只是18到45岁美国人的主要死因，也是美国预期寿命下降的原因之一。那除了药物滥用之外呢，有很多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误食了芬太尼。比如说呢，2016年57岁的美国歌手王子因为服用了过量的芬太尼去世。警方经过调查之后发现，王子很有可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买到了含有芬太尼的假药。此外呢，也有受害者家属表示，他的家人透过社群平台购买处方药，结果却因为芬太尼过量死在家里的地板上。等等，芬太尼这么的危险，为什么不管是合法药厂或是非法黑市都要使用呢？除了刚提到的芬太尼效力比吗啡、海洛因还要强之外，芬太尼还有2大优点。专家形容芬太尼对毒贩来说是梦一般的存在。首先是容易制作，芬太尼是化学的合成物，不像海洛因啊、古柯碱或是大麻需要土地啊、阳光或是雨水来种植，芬太尼只需要几个原料就可以在实验室里面合成。再来，芬太尼的这个利润惊人。根据美国缉毒局的报告显示，用8万美元批发1公斤的芬太尼，转手呢就可以在街头卖到160万美元，整体的利润大约是海洛因的20倍。而除了生产跟利润优势芬太尼会在美国流行，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背景，那就是美国人非常的仰赖止痛药。有美国的牙医提到，美国病人对麻醉药啊、止痛药的剂量会要求越多越好，最后让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疼痛感觉。但其他国家的移民不只对于疼痛的忍受度比较高，通常也不太爱吃止痛药。有人认为在美国病人的期望跟压力之下，医生只好更频繁的开出强效的止痛药，间接的造成了芬太尼危机。那除此之外呢，也有人指控美国之所以会陷入芬太尼危机，背后可能跟中国有关。根据美国众议院的调查，目前在美国市面上面流通的非法芬太尼呢，有 99% 都是墨西哥的2大贩毒集团利用来自中国的原料加工而成，然后再透过边境走私流入美国。此外，全球的芬太尼潜力物质呢，也几乎都是中国生产，所以中国也被认为是芬太尼问题的源头之一。美国前司法部长巴尔强调，以中国目前的监控能力，不用1分钟就可以迅速的找到是谁在网络上面非法贩卖芬太尼原料，但事态却越来越严重。巴尔质疑中国政府呢可能是参与其中，甚至是鼓励这样子的行为。今年4月呢，美国联邦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也发表报告，指控中国用国家力量制造毒品，毒害美国人。报告指出呢，从2008年开始，中国就透过减税啊、补贴等等的方式，鼓励中国的化学公司、实验室非法制造至少17种的合成毒品，里面就包含了14种的芬太尼或类似芬太尼的毒品。此外，也有美国缉毒局的前成员表示，这些化学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可能都跟中共高层有关。那至于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有美国的众议员表示，中国不是为了赚钱，很有可能是想要助长美国社会的毒品成瘾问题，制造出美国社会衰败啊、堕落的形象，影响美国在21世纪的全球领导地位。不过，中国政府严正反驳了这些指控。其实早在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川普呢，就曾经批评中国是廉价和致命的芬太尼洪流的源头。但中国禁毒委员会官员反驳，美国只占了全球人口的 5%， 却消费了高达80%的鸦片类药物，这明显就是美国的监管不力。那面对近期的指控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呢也再次的重申，美国单方面的指责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并强调他们很愿意跟美国合作，共同的打击毒品贩运。那其实过去中美就曾经合作共同打击毒品，但成效很有限，主要可能有3个原因。首先是源头很难管制。2019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要管制中国所有的芬太尼类物质，但有专家表示，其实只要稍微的修改化学结构，就可以创作出新的芬太尼，根本管制不完。再来呢是执法面临挑战。中国河北省的官员呢，虽然曾经透过美国的情报顺利的逮捕在中国走私犯，并且将他们定罪，但在这之后呢，中国的走私业者就改变路线，不再直接邮寄芬太尼给美国消费者，改从墨西哥走私。最后，中美合作关系也常常受到政治影响。比如说，在2022年呢的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中国就宣布停止配合美国打击芬太尼，让中美合作变成了谈判桌的筹码。近期虽然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但《华尔街日报》报道，双方的合作关系已经有改善。美国毒品管制政策局的官员呢，在6月时访问北京，透露双方已经针对新兴综合化学物质的毒品威胁，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管道。那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这种很有可能被黄标的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的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
好的，那话说回来，我们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发现除了美国，加拿大也面临了严重的芬太尼问题。在2024年1月到3月，加拿大所有疑似鸦片类药物意外中毒死亡的案例当中，有超过80%都跟芬太尼有关。每年加拿大还有大约7000人因为芬太尼毒品死亡。甚至加拿大境内呢，还有非法实验室利用来自中国的原料制造芬太尼，然后再走私到澳洲啊、纽西兰、日本还有美国等地。此外呢，意大利也跟芬太尼宣战，希望可以提前的防堵危机。那因为全世界的非法芬太尼原料大多都来自于中国，有不少人批评中国的监管措施不够积极，这指控中国就是这场全球芬太尼危机背后的指使者。那么认为呢，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可以辨识出这个指控的真实性。但不管凶手是谁，芬太尼危机确实是一个值得大家一起关注的议题。因为芬太尼的受害者不只是那些为了寻求快乐而滥用药品的瘾君子，还有很多人呢都在不知情甚至是被欺骗的情况之下服用了芬太尼，最后走上了难以回头的不归路，甚至还付出了宝贵的性命。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着这集的讨论，可以让更多人注意并了解到芬太尼所带来的风险跟问题。好的，那我们最后呢也想问大家，在这里之前，你知道芬太尼湾者吗？我亲眼看过美国的街头，特别是旧金山，真的是非常的多。比知道，但是在网络上面看到的，实在是很震撼。所以我今天才知道，第一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芬太尼危机。此外呢，可以你这个地方看美国鸦片危机以及墨西哥毒枭。那么今天这一期西教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